魏婴一下子泄了力，垮着肩膀，抿了抿嘴，犹豫再三，还是问道：“你有没有过对着一个人心跳不已的感觉啊？”魏无羡顿时支棱了起来，饶有兴致地看着魏婴，说出了一句，后面的话也就没这么难开口了，就是心脏不受控制的砰砰直跳，不是被那人长得太丑吓的，相反他长得还很好看。但是总不能因为太好看了，这心跳就控制不住了吧？何况那张脸又不是第一次见。魏无羡噗的笑出声，惹来魏婴一阵白眼。我很认真的。抱歉抱歉。魏无羡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，凑到魏婴跟前，明知故问的揶揄道：“那人是谁呀？”奈何魏婴坚决表示他只是问问，没有什么人。你就嘴硬吧你。魏无羡在心中腹诽，倒也没有继续追问。那你现在有没有被套离栓浆的感觉呀？说实话，连魏无羡自己如今回忆过往，都没法准确说出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蓝湛的。大概那颗名为喜欢的种子不经意间被埋在心上，默默生根发芽，待到他意识到的时候，只有捧着一颗火热真心，迫不及待道出你特别好，我喜欢你，满心满眼便只装得下那一人了。套离栓浆嘛，喜怒哀乐全系在一人身上，人为什么会喜欢另一个人？我说的是那种喜欢。你问我这个干什么？你喜欢了谁吗？是怎样的姑娘？没有，我不会喜欢任何人的，至少不要太喜欢一个人。这不是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离栓浆吗？曾经的对话在魏婴脑海中回想起来。师姐呀，大概这个人不是个姑娘，回神了。魏无羡在魏婴眼前打了个响指道：“想蓝湛想得这么入迷，看来这块木头要开窍，那棵铁树要开花了呀，嘿嘿。”魏婴不自觉眨了眨眼睛，眼神飘忽，摆弄着陈情上的红穗，状似随口一问：“那个，你不是我以后跟蓝湛到底是什么关系呀？”魏无羡面上不显，心里已经恨不得打滚大笑了。这人刚还说没谁，转头就问蓝湛要不要这么傻这么明显啊哈哈。本人依旧丝毫没意识到这么傻的其实也是他自己。魏无羡轻笑一声，扬了扬手示意魏婴过来点。魏婴咳嗽了一声，把耳朵凑了过去，只听这位无羡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我和蓝湛什么关系啊？”魏婴点点头，好似将耳朵更加支棱了起来，期待值更甚。自己想，一字一顿，端地一派嘚瑟又欠打的姿态。与这无情的三个字一起随之而来的是落到魏婴头上的一记板栗，搞得魏婴只能抱头哀嚎：“有你这么对自己的吗？”魏婴，自己喊自己的名字可真是别扭。魏无羡拿陈情点了点魏婴心脏的位置：“你得好好问问你自己，想和蓝湛是什么关系？”故作高深的留下这么一句，魏无羡眼下可谓是心情十分舒爽。这么多年，他可算是把蓝湛当年丢给他的3个字，再丢给小时候的他自己了，哈哈。看自己吃瘪的样子，真不错。满足了自己的恶趣味，魏无羡理了理衣领，一本正经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有什么问题你慢慢想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学会疏通灵脉，再结金丹。你这个破到风吹吹就散了的身子骨可不行，这体格可没法跟那小韩光君大战800回合。他们2个可是要活蹦乱跳的白头到老的。”若是雅正端方的蓝忘机和蓝湛知道此刻魏无羡的想法，定是要无奈地看着他，在心中默默吐槽一句：“魏婴，成语不能乱用。韩光君和活蹦乱跳4个字，8竿子都打不着。”翌日卯时，蓝忘机和蓝湛率先醒来，不约而同地抬手将身旁之人露在外面的胳膊腿的盖好。不同的是，魏婴是睡得四仰八叉，被子盖了个寂寞，得亏服磨洞地方大。魏无羡则是整条腿伸了出来，将被子和蓝忘机一并压在身下。2人的目光在空中短暂交汇，便错开。蓝湛起身下床穿衣。以往魏婴不是半夜浅眠提防极易惊醒，就是浑身上下疼得睡不着觉。昨日在魏无羡的指点下颇有成效，身体爽朗，难得在修了轨道之后睡了个好觉，隐约听见有动静也没有在意，反正有蓝湛在呢，翻了个身接着会周公去了。昨夜为了不对魏婴还没开窍的小脑袋瓜冲击太大，魏无羡十分正经地准备了2条被子给他和蓝忘机，又十分正经地钻到被窝里和几人说道晚安。
闭上眼以后，十分不正经地在被子的掩盖下，将一只手伸到了蓝忘机的被窝，胡乱摸了一通，找到蓝忘机的手紧紧握住，又悄悄伸了2只脚到蓝忘机的被窝，脚面贴着蓝忘机的小腿，脚趾轻轻抓了好几下，惹得那人微微抬腿将作乱的双脚压住，这才老实，冲着蓝忘机笑眯眯地眨眨眼，便才睡了。所以2条被子其实并没有什么用。魏无羡隐约听见衣物摩擦的动静，以为是蓝忘机起了，迷迷糊糊间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发现蓝忘机就躺在他身边，正看着他。